如果你留意生活，博士这个品牌几乎无处不在。走进商场，博士的冰箱、洗衣机摆在显眼位置；去五金店买工具，蓝色的博士电钻几乎是标配。打开车主的引擎盖，很可能看到印着博士字样的零件。甚至刷短视频时，也可能看到有人炫耀新买的博士嵌入式烤箱。很多人会好奇，博士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哪里都能看到它？它和汽车又是什么关系？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博士是一家以汽车为核心业务的全球科技巨头。你经常看到它，恰恰是因为它在2个领域都做到了极致。在普通消费者面前，它是高端家电和电动工具的代表；在汽车行业内部，它则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技术供应商，是那个隐藏在品牌背后的品牌。要理解博士，首先要看清它的业务版图。博士集团目前拥有4大业务板块：交通移动、工业科技、消费品，以及能源与建筑智能科技。消费品板块离普通人最近，主要包括家电和电动工具。走进任何一家建材市场，蓝色外壳的博士电钻、冲击钻几乎是标配。而在高端家电卖场，博士的冰箱、洗衣机、烤箱也占据着重要位置。这块业务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它直接面向消费者，品牌曝光度天然就高。但真正撑起博士帝国根基的，其实是另一块业务——交通移动。2024财年，博士集团总销售额为903亿欧元，其用智能出行业务就占了558亿欧元，超过60%。在全球范围内，博士被称为全球第1大汽车技术供应商，它的客户几乎涵盖了所有主流汽车品牌。这意味着你开的那辆车里，极大概率藏着博士的黑科技。至于工业科技和能源建筑业务，虽然普通消费者接触不多，但在工厂自动化、安防系统、热力技术等领域，博士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力量。4块业务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年销售额近1000亿欧元、全球员工超过41万人的工业帝国。博士与汽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20多年前，这段历史几乎就是现代汽车技术的演进史。1886年，罗伯特博士在德国斯图加特创办了一家精密机械和电气工程车间。当时汽车还是一种新鲜事物，卡尔奔驰刚刚为世界上第1辆汽车申请专利不久。年轻的博士敏锐地发现，这些早期的汽车有一个共同的痛点：点火系统不可靠，发动机经常无法启动。1897年，博士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的发明——磁电点火装置。这个装置解决了汽油发动机点火不稳定的难题，让汽车第一次能够可靠的启动和运行。1902年，博士又获得了火花塞的专利。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部件，至今仍是每辆汽油车的标配，其基本原理从未改变。此后的几十年里，博士不断推出改变汽车行业面貌的技术。1927年的柴油喷射泵让柴油车具备了实用性。1936年，首次应用于乘用车的柴油喷射系统，进一步提升了燃油效率。1967年的电子燃油喷射系统 Jetronic 成为全球首款成功量产的电子喷射系统，不仅提升了性能，还帮助汽车满足了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进入1970年代，博士在汽车安全领域迎来了爆发。1978年推出的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让急刹车时的车辆依然保持转向能力。这项技术后来成为汽车的标配。1995年推出的 ESP 电子稳定程序，被形象地称为电子守护天使，能够在车辆即将失控时自动介入，据估计已挽救了全球数万人的生命。这2项技术都出自博士之手。可以说，从你踩下油门的那一刻起，到刹车减速、过弯稳定，车辆背后的一系列核心技术很可能都来自博士。进入21世纪，汽车行业正在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浪潮席卷而来，汽车正从硬件驱动的机器转变为软件定义的平台。面对这一变革，博士的角色也在悄然转变，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硬件供应商，而是正在成为智能汽车时代的系统继承者。
今天的博世既生产电驱桥、电控刹车系统、氢燃料电池模块这样的核心硬件，也提供智能座舱平台、辅助驾驶系统、车联网解决方案这样的软件系统。它正在从汽车的零部件供应商进化为智能汽车的大脑打造者。2026年4月，博世宣布了一个重要里程碑，已累计交付1000万套基于高通骁龙座舱平台的车载电脑，从100万到1000万，用时不到3年。这些车载电脑支撑着车辆的智能座舱功能，多屏显示、语音控制、沉浸式多媒体导航娱乐。简单说，你在车里看到的那块大屏幕背后的算力很可能来自博世。不仅如此，博世与高通的合作还在升级，双方将合作范围从智能座舱扩展到了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博世将基于高通的骁龙 Ride 平台推出从入门级到高级自动驾驶的全系列解决方案。这意味着你车上那些自动跟车、车道保持、自动泊车等功能，背后都可能有着博世的身影。2025年10月，博世的中阶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实现批量交付，成为国内首款可适配燃油车型的自驾方案，已获得捷途、东风等多家车企的10余款车型订单。这意味着即使你开的是一辆燃油车，也能享受到智能驾驶的便利。而背后提供技术支持的就是博世。博世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09年，那一年博世的产品首次进入中国。1926年，博世在上海创建了首家汽车售后服务车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博世在德国以外拥有员工最多的市场。截至2024年底，博世在中国经营着65家公司，拥有超过5.6万名员工，年销售额达1427亿元。更重要的是，博世在中国的角色已经从卖产品升级为本土研发。博世在中国有26个技术中心，超过1万名研发人员。2024年研发投入达119亿元。在氢燃料电池、智能座舱、驾驶辅助系统、先进底盘等前沿领域，博世中国的研发团队都在扮演重要角色。博世智能出行集团中国区总裁王伟良曾说，博世将不仅仅是零部件技术的供应商，而是中国汽车产业转型的战略伙伴与创新中心。这意味着，当你驾驶一辆中国品牌的智能汽车时，车上的某些关键技术可能就是由博世中国团队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最后，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一家做火花塞起家的公司能够在1个多世纪里始终站在汽车技术的最前？为什么它不像很多百年企业那样衰落，反而越做越大？答案藏在一个很多人不了解的细节里。博世不是一家上市公司，博世的94%股权由非盈利的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持有，投票权只掌握在了罗伯特·博世工业信托公司手中。这种独特的治理结构意味着博世不必向资本市场交出漂亮的季度财报，不必为了短期利润削减研发投入，它可以用10年、20年的时间打磨一项技术，直到成熟再推向市场。这种长期主义在汽车行业尤为珍贵。汽车产品的开发周期长，技术门槛高，安全要求严苛，不是靠快就能赢的。博世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之一，在欧洲市场占据近1半的份额，靠的正是这种百年如一日的专注与积累。从1897年的磁电点火装置到2026年的智能座舱，从一颗火花塞到千万级的车载电脑，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间小作坊到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的科技巨头，博世用100多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它不是最喧哗的那个品牌，但它很可能是你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那个。下次当你启动汽车平稳过弯，或者享受智能驾驶的便利时，不妨想一想那个蓝色标志背后的博世与汽车的故事，远未到写下句号的